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新片緊緻了什麼？由孔生導演、藍小龍編劇、肖戰主演的電影得顯緊緻，在國產同類型中拍出了如同片名一樣的獨特質感。後半段的戰場戲有一種機甲暴力美學的味道，可視為微縮版的狂怒。軍事細節嚴密扎實，戰鬥邏輯經得推敲，做到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前半段的劇情纖毫畢現地刻畫了大後方的流亡歲月長江上隨時會觸碰水雷的輪渡，碼頭邊上等待接收重組的工廠、大學與機關，夾雜着散兵游勇的難民隊伍，以及不斷被硝煙濃霧覆蓋的古樸自然。這些具體而微的場景，以往很少被視覺化再現。而這部電影不僅補足了國破山河在的肌理，孔生的鏡頭調度也很見功力，對得起正午陽光第一部院線電影的名頭。當然，得顯緊緻的另一個看點，則是編劇藍小龍。這個因電視劇《我的團長我的團》圈粉無數的創作者，最擅長塑造的，便是一群貪生怕死之人的英勇。關於電影前面的鋪墊，不熟悉藍小龍風格的觀眾可能會覺得有些不知所云。從南京城破，到沿着長江逃難，再宜昌安家，再到宜昌淪陷，直至眾人轉入鄉間的割紙鎮，前半段的敘事看似與主旨無異，實際上大有文章。簡單來說，創作者鋪墊的是流亡到後方的國人身上渾渾噩噩的心理狀態。於兵是心裡面想着很快會打回去，但實際上是在苟且偷生。於民是覺得隨遇而安已經不錯，但實際上又度日如年。阿如那飾演的麻郭父看到割紙鎮的第一句話是好地方，我們就怕好地方，因為只要是好地方就有人跟他們搶。你能從這句台詞感受到人物的心理，是既疲憊又狼狽，既窩囊又膽怯。得顯緊緻裡的扎兵團，容易讓人聯想到團長裡的炮灰團。長期潰敗造成了一種強大的慣性，讓沒羞沒臊成為可恥但有效的本能。當群體開始依賴本能，就會忘記現實還有別的選項。於是，肖戰飾演的機修廠鉗工編排他們一天到晚只會跑。廖凡飾演的貨郎也調侃他們，明明在大後方躲清閒，每天還裝模作樣的操練。這群人從躲到打的轉變，看似來自莫德賢那句從南京逃出來的人還存僥倖心理，但實際上胡光的第一縷拋線是河邊梅德福臨死前對肖長官的話劇腔：我只是死了，你只是還沒死，甚至談不上活。你是選擇順着水流，還是逆着水走？莫德賢邊跑邊向村民喊話的時候說，梅德福是第一個反抗的，自己願做第二個。梅德福的反抗不僅是他以肉身引開了日軍注意力，給了主人公逃生機會，也不僅是指他憑着最後一口氣飄到了河的下游，向肖長官傳遞情報，而是他以自己的死堅決喚起這群幾乎快要變成行屍走肉的袍澤，為他們重新注入魂魄。正是由於影片前半段對忍氣吞聲的鋪墊，才能凸顯後半段眾人忍無可忍的堅決，催化出哀兵之戰的氣質。這並非司空見慣的大詞動員與廉價積蓄，而是弓弦壓縮到極致後的自然反彈。電影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寫，逃難者行駛在長江上，前面的船碰到了水雷，只有一隻羊僥倖靠着木板活了下來，以一個近景的畫面緩緩駛過眾人。這個鏡頭語言很有意思，第一層比較明顯，是說這一大群人就像眼前這隻待宰的羔羊。第二層更加深刻，是說受困於一條船的軍人和老百姓其實沒有區別。當年的侵略者是武裝到牙齒的殺人機器，而中國久經訓練的老兵，在全面抗戰的頭2年已經傷亡殆盡。拿電影中的炮兵們來說，除了少尉蕭衍和一炮手梅德福，
其他人都來自前者一路上的臨時動員，連從戰場上撤下來的經驗都沒有。影片中的交火場景可能會令一些年輕觀眾感到不解，甚至氣惱，覺得3個日本兵怎麼就能彈壓一個50餘人的村子？其實，在真實的歷史上，面對本性善良又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村民，一個日本兵一挺機槍就夠了，都用不了3個人。打仗不是想當然的堆人數，而是武器性能、彈藥供給、後勤組織、訓練素養及國民受教育程度的全方位比拼。在以上層面，作為農業國的中國均落後於戰前已經躋身發達國家的日本。管虎拍800的時候提過一個細節，是八路軍出身的父親管宗祥告訴他的。侵華日軍打中國人都是瞄着眉心打，可見其射擊的精準度以及對於槍法的高度自信。日本作家五味川純平在自傳體小說《虛構的大義》中，也記述過侵華日軍對於單兵作戰的要求。面對射程300米的伏靶，不僅5發子彈要全部擊中，而且至少要有3發集中在一拳大的單位面積。達標後就練線秒射擊，最初是在4秒內擊中300米外的靶子，然後試線2秒。在達標後，就要求戴防毒面具快跑300米，再進入線秒射擊。而當時的國軍士兵文盲率高達95%以上，參軍後第一件事是學習分辨左和右。大部分士兵入伍1年，實彈射擊仍不足10發，很多士兵沒有配槍，只能使用手榴彈和冷兵器。日軍冬天有厚實的呢大衣，而國軍受困於有限給養，不少部隊均穿單衣草鞋。電影開場的音樂《三國戰將勇》原是北洋陸軍第4鎮的軍歌，因三國故事的耳熟能詳，在民初舊軍隊中流傳甚廣，乃至抗日戰爭時，仍在國民革命軍中大規模傳唱。這個歷史細節也體現了在那個國家觀與民族意識普遍缺乏的年代，國軍仍保留着相當程度的前現代性，仍需憑借古時的忠勇動員士氣，與經受現代化訓練、接受工業化洗禮的對手之間存在代差。德賢景致很好地呈現了當時中國軍隊的兵員素質，這種呈現並非苛責先人，而是一種更深刻的體恤，為的是撇開那些虛假抗戰劇的濾鏡，呈現真實抗戰的艱難與慘烈。雖然片中這批士卒不能代表精銳部隊，但至少可以代表一部分得不到充足裝備和妥善訓練的壯丁。當然，在影片的後半段，這群看上去不像英雄的人，以非常真實可信的方式挺身而出，而這個過程也非常符合藍小龍對於英雄的一貫理解。真正的英雄很可能長期處於破衣爛衫、蓬頭垢面的狀態，在他們慷慨就義的前一秒，他們看上去仍然是那麼不起眼。電影始終在傳遞的另一點核心價值是，危機來臨時，軍人不管能不能打，都要擋在老百姓前面。如果當兵的身位領先於老百姓，這是你的使命；如果當兵的身位落後於老百姓，劇情就要安排你挨酸、挨罵、受白眼。日軍斥候闖入村子後，莫德賢與梅德福那番相濡以沫的對話，看上去飽含調侃，其實就在此處大有深意。5年來養了你們14個人，老百姓已經盡了義務，只要槍聲一響，那就得看你們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整部電影的硬件確實稱得上緊緻。藍色領章防空炮兵們脖子上的是一個容易被觀眾忽略的細節。在以往的影視劇中，國軍的領章幾乎都是紅色，可實際上，紅色只是步兵領章，不能包辦一切兵種。抗戰時期中國軍隊的領章依照的是國民政府在民國25年1936頒布的陸軍服制條例，以11種顏色來區分軍種，步兵為紅色，炮兵為藍色，騎兵為黃色，工兵為白色，
輜重兵為黑色，通信兵為灰色，憲兵為粉色，軍需為紫色，測量為棕色，軍樂為杏色，軍衣為綠色。除此之外，抗戰初期投入使用、人數更為稀少的裝甲兵，領章則為烙銀色。德顯錦誌中清晰可見的藍色領章，應當是國內抗戰題材影視劇對於國軍炮兵領章的首次正確顯示。這類別開生面的細節雖不會影響劇情發展，卻足見主創對於歷史的考究和對於創作的真誠。尤其是在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抗日神劇的環繞中，更顯得難能可貴。而以往的同類作品，也有一些涉及了步兵之外的兵種。800里將武飾演的老鐵，設定是東北軍的炮兵，但由於影片的攝影風格是偏綠的冷色調，加上人物穿着蓋着領章的呢子大衣，很難進行區分。南京裡出現了在南京巷戰中伏擊日軍的裝甲兵，可惜的是，由於南京是黑白電影，看不清裝甲兵非常有標誌性的銀色領章。由蔣龍、史策等一眾喜劇演員參演的《狗剩快跑》和德顯錦誌類似，是一部黑色幽默風格的非典型抗戰劇，也是電影《我不是王毛》的劇版。該劇知名度有限，服化道方面卻出奇的考究，出現了標誌軍醫兵種的綠色領章。除了領章標誌德顯錦誌，另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是武器，如荷載4人的日軍917式中型坦克與那門瑞士進口的蘇羅通炮，都是劇組根據圖紙一復原而成。坦克車長有特寫的配槍，則為侵華日軍的第一款制式手槍南部14年式，即中國軍民俗稱的王八盒子。南部14年式手槍在性能上有諸多缺點，除了片中表現的易卡殼，還有機針激發無力、易斷裂等。而電影巧妙結合這一武器性能，來呈現車長對莫老太爺的射殺未果，借此傳遞出的深意及中國的文化傳統命不該絕。被炮兵們當作寶貝的蘇羅通，全稱是 ST-5 是20毫米高射炮機關炮，它名義上由瑞士蘇羅通公司制造，但實際上是一款正宗的德系武器。蘇羅通的瑞士生產商是二戰前納粹德國為規避凡爾賽條約，由萊茵金屬公司在瑞士設立的子公司。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曾向歐洲各國購置過一批防空火炮，用以裝備最精銳的調整師。一個建制規整的德械師，共配備30門20毫米小口徑高炮，大部分都是來自瑞士的蘇羅通。電影開頭，莫德賢爺於銷演時說，他們守南京時未曾開炮，可能只限於眼前這14人。因為根據史料記載，民國26年1937 8月15日，日軍第一次轟炸南京時，高炮部隊就在南京大校場機場以蘇羅通擊落過日機。而結合武器性能與實際需要，在抗日戰場上，蘇羅通更多是被當作平射機關炮使用，以穿甲彈和燃燒彈對付日軍坦克。蘇羅通填充的硬質合金彈芯，100米距離可以輕鬆穿透40毫米軍制鋼板，只要把握射擊精度，可以輕鬆打穿大部分日軍坦克的前裝甲。台兒莊戰役末期，湯恩伯部就曾以蘇羅通靠前部署，重創日軍坦克與機槍碉堡，取得不俗戰果。這款重武器唯一的問題就是依賴進口，數量較少，因此在抗戰的戰場上，日軍坦克經常可以肆無忌憚地突擊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國軍陣地，而守軍只能以血肉之軀和集束手榴彈接敵。在電影中，彭昱暢飾演的蕭炎口頭禪就是保護炮，他大部分時候都是一個驚慌失措的潰兵，但即便如此，這個角色也有一個信念，就是人在炮在，哪怕是跑，也要拉上炮一起跑。原因有2點，一是這門炮對於當時的中國軍隊來說實在太稀罕了，
二是蕭衍作為技術兵種，這門炮既附着他的所有虛榮和驕傲，如果炮沒了，他和他帶的10幾號人就會變得毫無用處。類似團長裡的康鴨，原是運輸營的副排長，自從汽車被日本飛機炸上天之後，就只能跟着他口中的旱鴨子滿地走了。明白了這一點後，再看蕭衍後面的那番去車站接炮，在校場操練的念白，就不會顯得拖沓了，因為那是一個必死之人生命中最珍貴的回憶，是他成人前腦海中過電影一般閃爍的美好畫面。